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新剧刚开播就摊上市了。赵丽颖新剧《与凤航》开播了，这部剧的阵仗着实不小。赵丽颖监制，原著出自《苍兰诀》的作者，服装设计则是《甄嬛传》班底。还是两位主演自爆款《楚乔传》之后的再搭档，似要弥补故事中没有结局的遗憾。内地开播后不久，又在韩国定档播出，剧集热度迅速飙升，点击量创纪录登顶，相关热搜密密麻麻，有1000多个。其中赵丽颖的打戏动作还一度出圈，但谁知热度有了，口碑却有崩盘之势。从剧情到特效，似乎都不尽如人意。被嘲最狠的还是演员状态疲惫，俨然中年古偶。对比许多鲜偶清一色的绿幕假景与凤航前期剧情实景拍摄，显得清新不少。但很快，这点清新被毁了大半。一到主角就大开柔光，画面质感十分塑料，清晰度锐减，甚至仿佛拍出了海市蜃楼的效果。滤镜之下，所有的服装质感也廉价不少，有了一股子影楼风。再看特效，当然演员状态也确实疲惫，眼角眉梢瞳孔里都难掩岁月痕迹。墨皮滤镜开很大，却愈发透露出不自然的辛酸。一切还要基于剧集品质来看。那与凤航的剧情如何呢？看上去这确实又是一个大女主故事。赵丽颖饰演的沈黎是灵界第一战神臂苍王，开场就是一段斗法，但如此战斗力却是为了逃婚。为了不嫁不爱之人，沈黎刻意受伤落入凡间避难。真身凤凰从天而降，被男主行止林更新世救下，开启养殖陪护副本，培养二人的感情。好熟悉的剧情走向，感觉仙偶剧里天上总是掉东西，高空抛物频率极高，不是掉龙就是掉凤，然后被主角捡到开始前缘。上一只天上掉下来的烧焦凤凰已经不在娱乐圈了，但无论怎么掉，观众都知道捡到主角的人也一定不简单。剧里行止是世上仅存的唯一一个上古神，身担维护天下苍生安定的大任。只是捡到沈黎时，行止正在凡间修炼，失去法力，只保留了记忆。一个身负大任孤独了千万年，一个沙场洗练出坚硬躯壳，内心却渴望柔情相互。可想而知，两人将在人间相处中生出情愫。看得出来，故事并不新鲜，所以创作者确实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些看点，比如反差笑料，女强男弱，日常相处画风也跟着颠倒。行止娇柔体弱，沈黎力能扛鼎，但为报救命之恩，沈黎只好处处让着。架不住被使唤烦了，马上翻脸，送家里的东西瞬间飞升，气得行止狂飙东北话，仙偶秒变乡村爱情。还有女主角清醒的自我意识，俩人虽想相守，但架不住追兵来袭。沈黎为救行止施展不开，只好被捉回灵界关押，静待婚期。这期间，行止的凡人肢体却老去世世，意味着二人的情缘也跟着断裂。但对比以往古偶中主角执着找寻爱人转世的疯狂，沈黎却觉得前尘转世都是执念，一世既过就该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这样正常的女主脑子确实算得上清流。另外，女主的强也是实打实的，起码成功镇压凶兽靠自己开挂，而不是靠男主英雄救美。但可惜，亮点虽有，但仍难掩仙偶和虚假大女主叙事的顾及。比如俗套的内核，行止凡间修炼结束，重归神位，理所当然与女主沈黎再次相遇。一方面，行止发现沈黎的婚约是自己随意所指的误会，眼看所爱另嫁，自然不可能。
但另一方面，行止身负守护苍生的大任。众所周知，最强的神是不能谈恋爱的，谈了就要莫名其妙死一大波人。毕竟有了私心，也就有了弱点。所以纵然重逢，行止也否认了自己的感情，但偏偏心不受管，行止又忍不住找各种借口与沈离相处。于是俩人都知道不能谈恋爱，但也都清醒地沉沦，最终要再次面对苍生所爱二选一的俗虐选择。这套叙事显然有过时风险，毕竟编剧的另一作品《苍兰诀》之所以能成爆款，口碑的主要来源便是冲破了这套叙事，质疑其两难选择的必要性。可见观众的口味已经变了。另外，所谓的女强设定也站不住脚。观众看到沈离的强，前提仍是男主更强。身份上，行止已是天花板；战力上，更是一人救苍生。沈离杀掉一只凶兽就伤到战损卧床，再借由其口完成对男主角独身战万兽的侧面吹嘘。情感上也是同样的逻辑。沈离的心动是因为行止看到他的弱，还原他的女性身份，带给他照顾和安全感。看到对方的脆弱，其实问题也不算大，但关键是前期的情感发展也铺垫不够。尤其对于男主来说，俩人仅仅是一块待着，怎么就情不知所起了？何况其中很长一段时间，沈离还是宠物形态。如果只是陪伴生爱，那这个故事更像是一只禽类的报恩。偶有几次沈离美救英雄的互动，也在行止把控之中。比起动心，更像摆布和看戏。要说见色起意，似乎还更有说服力，但这跟爱情又有啥关系？与此同时，演员演技也无法为故事加分。被诟病中年古偶，即是演技没有弥合年龄视觉造成的出戏感。比如久未动情之人的心动，靠的不是交流细节，而仍是慢镜头对视。然而如此漫长的对视，却又没有眼神和表情的变化。比起浪漫，于叔更佩服演员的站桩功力。再比如羞怯，靠的是后期加上的脸红特效，这点确实让于叔意外，心在了出其不意的地方。其实剧中原本设置了一系列支线剧情来增进男女主的情感羁绊，但也因表演上钝感力太强，没有达到催化预期。比如因为行止即便在凡间修炼，但仍能掐会算，名声传出去，引得一位军人之妻上门求卦，原是她的丈夫从军役走15年，杳无音讯。可实际上丈夫早因保家卫国有了飞升资格，只因执念太深，才一直以魂魄形态守护在妻子身边。原本沈离因同是军中之人感触颇深，才不顾行止提醒，想要帮二人见面，却意外发现夫妻先人有别，继续相处只会折损寿命。沈离才像以往为麾下战死的将士引渡那般，帮男人的魂魄归安。但这本该是显示沈离重情重义以及如何对待生死的桥段，也有些伤感意味的为日后男女主角的离别埋下伏笔。但演员的表演却面无表情，显然并未帮助到人物塑造，这就连带着让接下来男女主角的交心对谈难以引起共情，感情的进度也丢失了部分可信力。说实话，这样的表演实在很难夸出口，甚至还比不过特效小凤凰思考时的踱步和眼神变化。实际上，基于两位主演的再度合作，能看出一些默契的熟悉度，这让几处轻微的憋笑都比正常表演生动。况且，这样的演技表现显然也不是赵丽颖的上限，毕竟在不久前的第20条中，她的角色哭戏颇具感染力，也被视为其转型的成功尝试之一。他们的人生阅历逐渐丰富，正是寻求现实性复杂性尝试的阶段，也都普遍寻求转型，试图突破隐形的天花板。但往往
稍有进展就又被一部古偶打回原形。可即便如此，85花们似乎又与古偶痴缠不断。刘亦菲的《梦华录》口碑2集讨论爆火，刘诗诗的一面关山也争议不断。不久之后，杨幂的《狐妖小红娘》又要抬上审判席。内娱创作力的匮乏让古偶仍是一块市场稳固的蛋糕。拍好了，名利双赢；拍差了，似乎也没啥损失。甚至因为行业固化同行衬托，还有不少人呼唤85花们回归整顿古偶。如此，转型之路进退维谷。但别忘了，为此买单的终归还是观众罢了。花无百日红，观众的耐心大概也是